银行为什么只关你而不关我呢？这关键还是要看合不合规，双边是不是双赢了。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上个星期的时候，收到我们不少会员朋友不约而同的反馈了离岸银行领域一个重磅消息。新加坡号称最受人们欢迎的银行业三巨头之一华侨银行 OCBC 竟然批量给中国大陆籍账户持有人关户了。这不，我立马看了一眼我去年在华侨银行开设的离岸银行账户，啥情况都没有。OK， 那么我今天将以一位独立离岸顾问的亲身经验出发，来分析分析为什么你突然被华侨银行 OCBC 关户了，而我却没有。在新加坡开设离岸账户合规吗？银行关或者不关账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被关了，你该怎么办？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华侨银行 OCBC 为什么关你的账户？首先用一句话来总结：来得快的，去的也快。我们先打开我们雪亮的双眼，看看华侨银行 OCBC 关的是什么账户。非新加坡居民又没有新加坡本地居住、工作、学习等当地居留证明的朋友们的户，为什么要关这些非新加坡居民的离岸银行账户呢？因为不合规啊！在银行官网开放注册的银行账户里，官方有明确强调，要么是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要么是拥有 SingPass， 也就是合法居留权的外国人。这些人都是可以零门槛线上开户的。那么为什么去年没有 SingPass 的我们能够开户 OCBC 呢？零门槛线上开户是 OCBC 开放入口测试，也是系统审批缺口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因此，大家作为非新加坡居民，没有 SingPass， 在网上零门槛开的户一定是不合规的，被关户那是迟早的事情。这个我在去年我们会员社群也有多次专门分析和发帖。OK， 那么问题来了，我既不是新加坡公民或者永久居民，也没有 SingPass， 为什么华侨银行没有关我 Sean 的账户呢？难道银行觉得我是视频博主，怕我曝光吗？那当然不是，大家有胆量开新加坡离岸账户的，至少都是高富帅。我不被关户的金钟罩铁布衫，其实可以用4个中文字或者2个英文单词总结：红富理财 Premier Banking。 大家在 OCBC 红富理财的官网可以看到，开设华侨银行红富理财的最低存款或者说投资门槛是35万新元。所以以我的真实案例为参考，我们在新加坡离岸开户是完全合规的。新加坡是世界级金融中心，当然是非常欢迎全世界的优质资本涌入这个城市国家的。银行为什么只关你而不关我呢？这关键还是要看合不合规，双边是不是双赢了。你不合规是因为你以一个非新加坡居民的外国人身份在线来开他们本地人的账户，没错，你抓住了他们银行的漏洞，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伪装成拥有 SingPass 的新加坡居民，你成功开户了，甚至还赚到了开户奖金。但是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从现在来看，这个被关户的代价确实有点贵得肉疼了。而合规和双赢的经验是，在开户之初，我们选定的账户就是专为非新加坡居民定制的红富理财账户。当时只需要20万新币的门槛，就可以给你安排一位专属的红富理财 VIP 客户经理为你服务。如果你的存款理财达到了100万新元，还可以安排一位更高级别的私人银行经理为你提供更高级别的专属服务。合规是先决条件，而双赢收益是银行的本质目标。大家都用不合规的方式零门槛开户，占用银行的软件、云存储、安保系统等等，还不让银行有任何收益维持发展，你把银行当慈善机构吗？ OK， 话说回来，既然被很多网友宣传的境外铁拳已经打在我脸上了，或者说关户潮已经发生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一、开启承接账户。承接账户可以选择我所使用的红富理财账户，当然也可以转行选择星展、大华、Maybank、CIMB、中国银行等等新加坡本地其他可承接银行来转移资金。当然，大家还可以考虑新加坡以外的银行，觉得新加坡不香了，咱们去更香的地方，对吧？
我们频道曾经专题介绍过香港、美国、英国、格鲁吉亚等地大量不同银行的离岸开户，至少我们顺手牵羊测评过的银行和账户，大家对他们的安全性、实用性和经济性就有一个全面的认知，从而可以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银行和账户。我们把资金池的下游给打通了，自然就不怕原来的资金池给破了。2、投资嗨起来。刚刚提到的承借账户都属于资金平移的范畴。如果大家对于投资感兴趣，把新加坡华侨银行账户的钱转入各大券商，不论是新加坡本地还是香港、英国、瑞士、阿联酋，又或者是美国，像我们频道介绍过的嘉信理财或者第一证券等等，把资金转入券商投资账户，通常也有对应国家的保险来给资金保驾护航。如果你善于捕捉市场机会，绝对不失为稳健而增值的优质选择。OK， 各位老铁们，关于新加坡华侨银行关户潮的话题，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看了今天的视频，如果你也对其他离岸开户或者券商投资感兴趣，想要进行相关的配置，都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或者直接私信我们，咱们一起研究研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别错过更多关于全球资产配置的劲爆内容。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